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太棒了，朋友们！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凌晨2点啊，凌晨2点啊，很嗨哈。好巧不巧，去年呢，我有一轮次也是凌晨2点上台，当时非常困啊，非常困。不仅我很累，观众也很累。我记得我当时在舞台上表演呢，这不搞笑呢，在这幽默呢。我余光一瞟，第一排有观众眼睛已经闭上了。我当时特别想给他个大嘴巴子。我说大哥，你醒一醒啊！一会儿还投票呢，你还把眼睛闭上了，黑灯还没闭眼睛呢。我闭上了，你没看见。哎，确实也是录了好几年节目了，有种感受，朋友们，我感觉每次录这种节目都很考验人性，真的。一般都是这种 PK 环节嘛，啊，每次 PK 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复杂，就是每次 PK 我那个人在前面讲的时候，每次讲的好笑吧，我笑不出来；每次讲的不好笑吧，我怕自己笑太大声，你知道吧？朋友们，录节目一定要做好表情管理，真的啊！去年录完之后，我回家看了一遍节目啊，当时有个选手在上面表演的时候，切到了个付航的镜头，付航当时比较严肃嘛，就面无表情地看这个演员，当时飘起个弹幕说：“付航的底色好悲凉啊。”有一次刘洋在上面表演，我也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飘起个弹幕说：“小北有啥不服的啊？”朋友们，我也悲凉啊！你们可能不了解我内核也是悲剧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是服了。每次录这种节目，主持人也特别欠。每次一个人表演完之后，然后说那个谁不服啊 ，PK 一下，梆梆梆站几个人，主持人特别欠，主持人要 Q 一个问题：你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位选手 PK 呢？大家就开始编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，因为我们都是北京的演员。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人。我说你怎么不说你们都是右手使筷子呢？不就没人说实话吗？你这站说实话不就完了吗？你今天为什么选择他？直接站来说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好笑。我觉得我能赢。他就是之前几年上过几年节目，有点观众缘什么的。当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 PK 我了。而且演员每次参加这个节目都很体面，每次这种 PK 结束，赢的人、输的人站在台上，赢的人都很体面。每次赢的人要帮输的人找补2句。每次一比完，赢的人在旁边说：“其实他线下是个特别好的演员。”这段我看过，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。今天可能是因为紧张嘛，没有表现好，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，多去线下看他。我当时坐旁边，朋友们，我心想，可不得去线下看的吗？线上撩路，不被你这个王八蛋堵死了吗？而且都输成那样，谁想去线下看他呀？啊，不都想看你吗？我就没有见过哪个观众脑回路特别惊奇的，看完一个综艺之后在那想，哎呀，与其线下看看呼兰，不如试一试姜子浩呢。朋友们，姜子浩是个特别难找的案例，有名气不搞笑。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刻薄了？其实没有，我跟姜子浩私底下是特别好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他那段我看过，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，你知道吧？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的粤语专场，好吧？其实身边的人，这个有些朋友总有人劝我，他说：“小北，你录节目的时候 real 一点。”他说：“真实的人很招人喜欢。”我说 real 是什么样子？他说 real 的人就是你开心的时候就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，你开心的时候开心，难过是难过，生气的时候你就骂。我说那不就是翟佳宁吗？我说这种人也不是很招人喜欢吧？啊？我朋友说，哎呀，小北也不全是。我说这不就是观众喜欢的活人感吗？他多有活人感，我看很多网友让他去死一死呢。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个这个童话故事，叫做《皇帝的新装》啊，告诉大家做人要诚实。其实我长大之后又看了一遍啊，上班之后我其实特别能共情那些哄骗皇帝的大臣，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啊！项目做得好好的，都快结束了，突然路边来个小孩说：“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。”
我当时大神我都气死了，我说有啥问题啊？领导满意，进程顺利，我说就你聪明，就你明白，难道我们这帮人不知道这个项目在裸奔吗？我之前也接过一些台前的工作啊，就是给一些歌手比比划划、评头论足，有点像现在的气氛组，就是。然后当时呢，一个歌手表演的是自己的一个原创曲目啊，然后唱一会儿就忘词儿了。当时我心想，我这不好好的 real 你啊，你一会儿在台上站好，我必让你下不来台啊。但是当他表演完结束之后啊，所有的导师和明星都在安慰他、鼓励他。我说不对呀，我说这哥们儿身上有点东西啊，他身上有皇帝的新装啊。我当时脑海中跟走马灯一样，你知道吧？走过了好多前辈的身影，什么柯以敏啊、丁太升啊。我说我不能步他们的后尘啊，别最后整的活人感有了，活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心想这不行，我说你们几个从我脑海中出去，何炅、汪涵进来。当时我就这么评价的，我说哥们儿，我觉得你这个说唱真不错，很有态度，我很喜欢，我尤其喜欢中间那段留白。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2年这个网上特别喜欢劝大家 real 啊。去年经常在一个网上看一个标题，就是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，写的内容大差不差，说这个00后在这个职场里干得不开心不舒服，就骂领导一顿，说老子不干了，然后就走了。但是我看完，我觉得确实挺过瘾的。后续呢？后续你怎么不写了？00后整顿职场，回去之后被房东整顿，吃糠咽菜睡桥洞，然后被城管整顿。到了那个桥洞那儿碰到很多大爷，问大爷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？大爷说，哎呀，小伙子，我们是90年代整顿职场那帮人啊。年轻人，咱们就先别聊什么整顿职场了，聊聊明天去哪儿整顿饭吃啊。我觉得这帮写文章的人特别坏，天天鼓励00后整顿职场骂领导。我说你为啥不骂呀？啊，是因为你有家庭吗？这帮人真的特别欠。这帮人是哪种人？朋友们，这帮人特别像在职场里，但凡你干得不舒服，有个人在你耳边说，这你能忍？这要我忍不了，咬他啊！朋友们，最后我想说 ，real 的事儿啊，就让我们脱口秀演员干就可以了。我呢就不劝大家在职场 real 了，我祝大家在职场 rich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大家好哈，今天主题赛这个主题叫做说出来又如何？说实话，有一些话真的不方便说，你知道吗？当这么多人面呢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我想当明星。朋友们很羡慕，真的很羡慕，很羡慕。每次录节目的时候，庞博、付航出来的时候，观众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啊，庞博啊，付航，我想要的不止于此。我想要特别疯狂，在大街上走，突然有人认出来啊，小北，很想火，朋友们，很想火得匪夷所思。我很想火成拉布布。其实也是最近想火成拉布布的。我前2年其实想成为林娜贝尔，你知道吧？我想火的，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都能上热搜，比如文娱榜热搜第1，小北脸；第2个热搜，微博崩了；第3个热搜，这个世界还会好吗？第4个热搜，还好这个世界有小北，你知道吗？火到各大品牌都找我代言，但我首选的就是统一春福无糖茶。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啊！不仅是因为产品好，还是因为它从洗单衣就陪伴我一直成长。当然了，你虽然找我代言，我要保持低调，我怕别的品牌方看到我只给你代言会生气。统一春福无糖茶是好茶，我也是真的好茶。商务写的都这么好笑，你说说还得了啊？朋友们，我想火成什么样子？我想火到现场的嘉宾都不敢点评我，因为他们怕被我的粉丝网暴。即使有嘉宾啊点评我2句，批评我2句，我也不在意，因为我明白他最近想走黑红路线。他说我段子谐音梗全是烂梗，我让他感受一下北家军全军出击。哎呀，而我没有这样的粉丝啊。
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没有这样的粉丝，朋友们，我的粉丝不仅不会替我出头，还会把我推出去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饭圈的粉丝骂啊，我的粉丝都赶紧评论，他说你们就骂小北就好了，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哈。你知道吗？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小北那个我先取关了呀，啊，我先看一下这个舆论走向哈。朋友们真的很想成为明星啊！有的演员跟我说，他说小北其实你就是明星，我不是。朋友们，我这个位置确实很尴尬。你说我是普通人吧，我能上综艺；你说我是明星吧，我一年只有2档综艺可以上，还得2选1。我真的是不算明星，朋友们，我顶多算一个知名老百姓啊。但我确实接过几个活啊，有过几次这个明星的体验券啊，每次感觉大家都非常好，对我都很在意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拍戏，刚进那个片场，所有人都对我特别尊敬，说小北老师好，小北老师好，小北老师好。当时没走2步呢，已经桃李满天下了。对你也是嘘寒问暖啊。刚才坐在休息室啊，问我北哥那个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啊？我说都行。他又特别贴心，点了一杯美式，点了一杯拿铁。然后我说你想喝哪杯你就先拿一杯吧。他说他也都行，我俩就僵在那儿了。他特别怕我不好意思，我也特别怕他不好意思，我就最后没办法了。我呢最后呢2杯都喝了一半。中间休息的时候啊，所有演员都在室外等着，因为我是主角嘛，我有个商务车可以待着。当时进了那个商务车，朋友们，很舒服。进了那个商务车里面，吹着空调，看着车里的零食，再看看外头暴晒的演员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也是看不了别人受苦，我赶紧跟司机说：“我师傅，赶紧把门关上吧，赶紧。”人都变善良了，你知道吗？朋友们，当明星真的很容易受到特殊照顾啊！我今年还去北美演出嘛，当时主办方把我当真明星了。带我去了个特别高端的商场，里面全是我买不起的奢侈品。我说这也没啥好逛的呀，啊，他说北这还没啥好逛的。我说对呀，我说这商场怎么连北面都没有啊？这也太不给我小北面了啊！朋友们，真的当明星干什么都容易被夸。那天我虽然什么都没买，但没有工作人员说我穷，他们只夸我低调、热爱运动，你知道。朋友们，人总被夸就很难听一句那种批评的话了。我第一赛段输给了门枪，工作人员都安慰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北开场确实不容易，这个票市容易受影响。”只有我的真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小北啊，你这段确实没有人家门枪那段好笑。”当时我就开始反思了，我就反思我当时怎么交了你这么个朋友啊？我就有点生气了。他跟我说：“北啊，你消气啊，忠言逆耳。”我说：“哦，逆耳就是忠言是吧？那我有句话跟你说，滚！”给我气的。但我这个朋友追星，朋友们，他虽然不心疼我，但是他心疼他家的哥哥。有时候跟我讲，他说其实明星很辛苦，小北，明星很辛苦，每天通告很多，作息不规律，熬夜，连续加班，甚至会脱发。我说我身边人都这样啊，啊，你不强调这个职业，我以为是程序员呢。哎，他说真的很辛苦，明星很多平时这个压力大，很容易焦虑、抑郁。我说哪个行业都容易焦虑、抑郁啊？啊，我们脱口秀行业就容易焦虑、抑郁。如果你们了解我们脱口秀行业的话，你们知道我们很多演员讲脱口秀之前啊就有抑郁症。有的讲着讲着得了抑郁症，有的一开始有抑郁症，讲完脱口秀之后好了，没红又得了抑郁症。我说明星不容易，你朋友我也不容易啊！啊，我就没见过哪个明星啊抑郁症之后去挂号的，那不都挂在热搜上了吗？啊，而你的朋友连号都挂不上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明星啊，就是挺好的，但不用心疼明星，多心疼自己身边的人啊，因为明星其实过得还不错啊。大家相信我，因为我当过明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Hello， 想我们吗？啊，也很想你们。这一年过得太快了，朋友们，这一年过得真太快了。不过这一年也有我的收获啊，从节目播出一直到现在，我的小北指南一共演了90多场。不错。然后有一些脱口秀演员听到之后还跟我开玩笑呢，说小北你怎么演这么多场？家里不会是欠了些钱吧？啊？我说首先这不好笑。其次，我跟你熟吗？如果熟的话，能不能借我200？能借我？也不是，就确实家里有点赤字啊，有点赤字啊。首先就是我妈啊，我妈沾染了一些传销啊，但是你们别紧张啊，我妈属于传销的最后一环啊，就是消费者。我什么时候发现我妈开始搞传销的？就是家里面多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啊。然后我问我妈，我说妈，为什么家里买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？我妈说这个儿子，这些东西都不要钱，这些东西都是买枕头送的。我说妈，我从小睡大那个荞麦枕头不是挺舒服的吗？为什么换这个枕头？我妈说儿子你不懂，这个新枕头能治病。我说妈我没病。我妈说你别废话，
躺下试一下舒不舒服？我躺下试了一下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枕头特别像指压板改的，很硌得慌。当时就明白这个枕头能治什么病了，能治我爱睡懒觉的坏毛病。但是我爸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一句，从来没有说过我妈一句不是。不是因为我爸这个人多善解人意，是因为他投资也失败了。我爸爸在2021年房市的最高点买了房子。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夏天，我回河北老家，我爸开车去机场接我。回去路上，我爸一言不发，脸色特别凝重，嘴上起了个大泡。我坐在副驾驶也不敢说话，都宿舍坐着呢。我爸开着车，突然来一句，他说：“我朋友他儿子有房子，你也得有。”当时我第一反应心里暖暖的。我说：“我爸要给我买房子了啊！”我爸第二句话说的是：“我交首付，你还房贷。”当时有点懵，我说：“爸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他儿子有房贷吗？”我爸说：“那没有。”说实话，当时有点无语，我就不说话了。我爸还劝我，他说：“儿子，你不能这么想这个问题，你得这么想，他有的你都有，你有的他未必有啊。”我说：“你跟我玩朝三暮四呢是吗？”然后我爸当时给我拍了肩膀，跟我说了一句话，让我记忆犹新。他拍着我肩膀跟我说的：“儿子，现在再不买房就来不及了，现在不出手，以后就很难出手了。”怎么说呢，也算说对了一半吧啊，一半。然后当时我就一直不说话，我爸还接着劝我，他说：“儿子，实在不行当投资了呗啊，这房子每年都涨，实在不行你过2年你不住，再给卖了，赚点钱什么的。”我家在河北秦皇岛，我们那儿有个特别著名的地产叫阿那亚。我跟我爸说：“爸，实在不行在阿那亚买个房子，我听说那儿不错。”我爸说：“儿子，你可能很久没有回河北老家了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阿那亚那地方离市中心多远呢啊？儿子，敢不敢打个赌？3年之内阿那亚必黄。”还阿那亚呢？阿那亚再好，能有恒某靠谱？有，朋友们有。我从小到大观察我爸，其实我爸对投资这个事儿一直属于特别稳健的状态。就房地产蓬勃发展这20年，我爸一直属于观望的状态。直到21年直接出手。你就说我爸厉不厉害吧，一出手就有。当时我真是感慨，朋友们，我说我爸真是高手，高手应该在高点入局。我爸特别像盖的一句歌词，就是老子一抬手就能摸到天。我的钱变成袅袅炊烟啊！这2年我家那块房子跌得太惨了。我跟我爸说：“爸，实在不行，再把房子卖了吧。我说亏点我也能接受。”我爸跟我说：“他说儿子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”爸爸早就挂上去了。我都懵了，你知道？但是我不能怪我爸我妈，确实不能怪他们。虽然他们是投资界的卧龙凤雏，但有句古话说得好：“虎父无犬子。”我在21年开始理财。当时不知道从哪听一句话，感觉很有道理，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谁能想到，朋友们，我们一家3口把鸡蛋全摔了啊！鸡蛋不能放哪儿？不能放篮子里啊，放地上啊！不要了，死了得了，你知道？但是就这么投资，我家也不是一个蛋都没剩下啊，我们家剩了3个穷光蛋啊。21年，正是我上节目的第2年，手里有点积蓄了啊。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，他说：“小扁要不要投资什么的？”去年有个基金涨势特别好，涨了200%。朋友们听完我都懵了，我说那还讲毛线脱口秀啊？那玩意儿来钱也太慢了。聪明人就爱用钱生钱，买啊！当时特别果断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和我妈都不看好这个。我说这不就有了吗，朋友们啊？排除2个错误答案啊，剩下的 C 不就是正确答案吗？谁能想到啊？这个答案还有个 D 选项，以上全错。我最近看了一下，我买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基金近10年的最高点。说实话，挺浪漫的。这个基金在最美好年纪遇见了我。21年。在我家属于一个很特别的年份，我和我爸在不同的领域顶峰相见。今年住在家里的新房子里，
成宿的睡不着觉。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妈，你这枕头也不治病啊。我说睡不着。我妈安慰我，她说儿子没事儿。爸爸妈妈也睡不着。这枕头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，反正这2年给我治得服服帖帖的，治好了我的阳光开朗，治好了无忧无虑，我的天真浪漫再也不会复发了啊！朋友们，不说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准备去买黄金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耶，开心，朋友们，开心，录节目有工作了，朋友们。去年很长时间我都是在家待业的状态，然后有一阵儿带不动的时候，想搞副业，想这个直播带货挺赚钱的啊，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命运什么的？狠狠搞了3个月，想着狠狠赚一把，朋友们，3个月挣了2000多块钱。我发现啊，这个脱口秀观众啊，很难在脱口秀演员这儿消费，他们唯一想消费的就是我。经常在我这儿出梗，你知道吧？经常问他说：“小北，那个，请问你这个链接里面的漱口水可以做可乐鸡翅吗？”我说：“这个可乐鸡翅可能有点费劲，要不要你尝试一下做一下漱口水鸡？”这。很多人还有人问我，他说：“小北，你为什么不卖点美妆产品？之前不是做过美妆博主吗？”我说我是做过，后来不是转行了吗？我有点忘了，以前那个腮红画在脸颊，后来不是画在鼻头了吗？以前是小美，现在是小丑。为什么不赚钱还直播呢？是因为直播有个隐性福利，就是会送一些小样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东西用着用着呢，就有点恐怖了，一下子把我的生活品质拉上来了。很多东西我都不用啊，比如说漱口水，我平常都用自来水漱口。后来用着用着，我发现离不开这些东西了，你知道？我最开始直播的初衷是什么呢？就是给观众们挖一个消费陷阱，后来自己跳进去了。因为我知道一个道理，就是由奢入俭难，朋友们，很多事情你体验之后呢，就很容易习惯。尤其是这2年啊，上了节目之后呢，偶尔会做一下那种头等舱什么的，基本都是客户订的。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客户订了，但我不知道他给我订了头等舱，我背个小书包就去安检去了，走的是那个经济舱那个队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当时还特别怕飞机餐难吃，特意吃了碗和府捞面。我说我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吃得饱饱的上飞机。然后登机的时候排的也是那种经济舱队，然后当时工作人员给我看，他说：“先生，看一下那个登机的码。”我给他看了一眼，他看完之后，然后一抬头看着我，两眼放光，感觉眼神里面就4个字：与民同乐。然后我就继续往那个经济舱走，走的时候，然后空姐在门口说：“哎，先生，看一下你的位置。”看了一眼，她说：“哦，先生，你应该往左走。”我说：“左面是货舱吗？”他说您是头等舱。我说我是头等舱。他说对，您是头等。我说我是头等舱。那感觉就是哇，哥们儿，你混出头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往左走的时候，说实话，当时还是穷人思维，你知道吗？往头等舱走的时候，我在心里想，我说这客户也太乱花钱了。我说订个经济舱就行了，你可以把钱折给我呀，对吧？但是当时还是想体验一下，到了头等舱之后非常新鲜，然后当时坐在那儿，这个很多东西都不一样，空姐也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刚坐那儿，空姐啪一下就跑过来，然后过我旁边了，当时我都懵了，我说你要跟我求婚吗？还是？然后他非常熟练地说我的信息，他说：“你好，请问是林先生吗？”我对。他说：“这个飞机是从上海飞往北京的。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您是第2次乘坐我们航空公司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问我这么多问题啊？那个我还是河北秦皇岛人。我是13年读的大学，17年毕业，后来找不到工作讲脱口秀。对，我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定的，我是客户给我定的。我要是不行坐后面也行。那个我说你蹲着累不累？要不你坐会儿，我蹲会儿。”然后呢，其实也没有问这么多啊，就是很关心我。然后他问我，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一会儿有这个头等舱特殊的餐食，你要吃吗？”然后看了一下，很丰盛。但我说我刚才吃了和府捞面了。他说：“哦，您的意思是不使用餐食了是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可没这么说哈。”别吃。然后呢，他又走了，我就开始参观那个头等舱。头等舱确实很贴心，准备了很多东西，小毛毯、小枕头，还有小拖鞋，我都用了用。拖鞋我也换上了。虽然那天我穿的就是拖鞋，然后那个椅子特别舒服，还能躺下，我就躺了几分钟。然后空姐马上过来说：“啊，先生，您是要休息一会儿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对，我想躺一会儿。”他说：“一会儿呢，用餐时间还要叫醒你吗？”我说：“一定要打扰我，无论如何，必要时可以心肺复苏。”说实话，我还是不太放心他，因为毕竟是第1次见，我特意定了个闹钟。
但话说回来，朋友们，人心里装事儿，确实睡不着觉。然后当时就特别无聊嘛，我就特别好奇，这个头等舱的旅客一般坐飞机的时候干嘛呀？我就看了一下，那很多商务人士穿着西装革履，打开笔记本啊，开始写，就是办公什么的。当时我看的时候，我说我也办会儿工啊，我把我那小平板打开了，你知道，我说我准备写会儿段子。朋友们根本写不出来，一点负面情绪都没有。太开心了，甚至想写日记。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为什么有些脱口秀演员挣钱之后就变得不好笑了。朋友们，头等舱真的很舒服啊，但是我每次坐完之后都特别害怕，因为我特别怕自己习惯这种生活。每次坐完头等舱，我要跟自己说小北，头等舱这种服务不属于你，经济舱才是你生活的常态。因为我这2年最大的感受，朋友们，就是世事无常。很多事儿体验着，你就没有机会再体验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很不踏实啊！我踏实的还是每次回到我老家河北的时候，然后出火车站打个出租车，一上去你就问师傅，你说师傅，那个天太热，能给我开会儿空调吗？他说空调不要钱呀。我说舒服了，这才是我生活的常态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师傅，我去哪个小区？他说怎么走啊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。他说你有导航吗？我说师傅，你为啥不导航啊？他说我手机导航的话，怎么刷短视频呢？当时我坐在副驾，司机不知道方向，只有我知道方向。我觉得我是这个出租车的领航员。朋友们，做什么事儿不重要，知道方向才重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耶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确实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啊，前2天腰伤了啊！最近都没有人笑我太疯癫，都笑我腰不好，确实不太灵活。前2天我去健身房练了2下腰就伤了。我当时我想录节目，我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，结果就成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呢，其实就是想状态好一点，结果越练越差，真的是南辕北辙，背道而驰，莫名其妙，朋友们。当时就做了个力量训练，你知道，硬拉40其实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，其实已经非常轻了。然后我跟大宅说，我说大宅，我硬拉40腰伤了。他说北呀，是一边40吗？你这就不叫硬拉，你这叫滴溜。我跟你说，当时我硬拉的时候就走神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一不注意，啪就闪了。我当时走神正想呢，我说下一3段我写啥呀？啪一下就闪了。我说行，有了。然后我就直接去医院了，你知道吧？你们说巧不巧？这个医院呀，离健身房就1个路口，我都怀疑是一个人开的。但是确实当时走不了路了，比现在还严重呢。我就叫了个滴滴，然后上那个车的时候，滴滴第一句话问的都不是，他说那个先生你尾号多少？他问的是这么近你也打车？然后当时到了医院，真的人呢，真是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医院路上走2步之后，手机就掉了。你知道这个腰伤了之后啊，这个腰我就弯不下来了，我就直着腰啊捡那个东西。怎么说呢？那个动作特别像蜘蛛侠上旱厕。前2天参加一个越野跑活动，其实是个活儿，很久没接活了。我朋友对接过来，他说小北有个越野跑的活儿，不过预算有点少。我说多少？他说参加完送你双鞋子。我说也行，之后也不用花钱买鞋了。那我说不能再低了啊，必须是1双鞋子，2只哈，左右脚哈，1个码哈。你们了解越野跑吗？那天我也是跑完之后才了解。这个越野跑给你们解释，也就是在山里跑步，然后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有上坡有下坡，很可能跑着跑着就没路了。怎么说呢？有点像脱口秀行业。我说这个是我领域啊，跑一跑。那次我跑的是12公里，其实在越野跑里面算比较短的了，一般还有那种100公里的。当时我听100公里我都惊了，我说这还是运动吗？这不逃难吗？当时出发前我跟我爷打电话呢，我爷说哦，他说这个现在要越野跑啊，我小时候叫闯关东。那天有1000多个人参加，你知道，所有人在起跑线准备，发令枪一响，所有人比赛要开始了，但根本就跑不起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原地踏步了1分钟，然后慢慢就跑起来了。跑起来之后，说实话，跑一会儿我就开始累了。然后当时一抬头发现刚到起点，谁能想到我都30了，又一次输在了起跑线上，真的是身体不好。那天跑2下之后呢，左腿就抽筋了，
左腿抽筋之后跑着跑着说，哎呦抽筋了左腿，然后前面有个女生回头笑我，左腿抽筋了，然后他又岔气了。运动真的要专注，朋友们，你知道吧？看看我这个腰现在啊。那天我越野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一下，加油，让一下。听得我直生气，我心想你们骂人可真难听啊！但我又追不上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气得我直跺脚。后来右腿抽筋了，而且这个越野跑中段的时候就进山里了嘛，山里面有一些村子，你知道吧？村子里面有很多老大爷就背着手看我们，看我们之后我还贫呢，我跟那个大爷说，我说大爷，你看我们看吹不看吹啊？那个大爷说好 City 啊。我说大爷你也太时髦了啊！我想请你喝一杯 Uncle Law。这可是大家都爱喝的国民白酒，老村长，口感柔不上头，真正纯粮酒，真的很 CT， 真润啊！然后那个越野跑非常长，然后中间就有几个补给站，因为我跑的确实有点慢啊，每次到补给站的时候，那个西瓜都被吃完了。每次那个补给站就给我留点西瓜皮，你知道吧？但你别说，累的时候真是吃啥都香。但是我觉得这个补给身体啊，不如补给我的斗志。我觉得你补给点你就放点现金。你第一个补给点放100，第二个放300，你就递增。如果给我换成硬币铺一路就更好了。具体的可以参考《神庙逃亡》。那我感觉我能一直不停的跑，一直不停的捡钱。以后我在越野跑圈就有个闻风丧胆的名号，小北 AKA 暴走存钱罐。我呢，其实一直在队尾不紧不慢的跑，跑得有点慢，因为是个邀请的活动。中间呢，然后那工作人员还给我发微信，他说小北加油，终点等你。后来发的是小北，你快跑2步，都等你下班呢。当然最后我还是完赛了，因为后半程呢我全力冲刺，因为他们最后给我发的微信是，他说小北你在哪儿呢？发个定位，山里有狼。那天回去之后呢，说实话我有点受打击，觉得还是要锻炼身体，不能被人笑话了啊！明天我就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，录节目我要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，不要干太猛，就硬拉40就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赛制很激烈，每次这种都是特别残酷，但是其实我们脱口秀演员私底下关系还挺好的，尤其是去年经常一块吃饭、抱团取暖什么的。一块吃饭互相安慰，然后经常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嘛，聊着聊着没聊的就聊点去年特别流行那个 MBTI， 你知道吧？有人就问我，他说小北你是什么 MBTI？ 我说我没做过，他说你不用做了，你就是快乐小狗，你就是快乐小狗，阳光开朗，你就是快乐小狗啊！我回家做了一下，发现我是指挥官，说实话有点不满意，然后我又做了几遍，直到做成了快乐小狗。我甚至上网查了一下攻略，怎么做能够成为快乐小狗。我现在就是快乐小狗。有可能上升是指挥官，人说不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以为自己特别开朗，直到去年发生一个事，然后改变了对自己的印象。去年我去剪头发的时候，剪着剪着，理发师跟我说：“小北你有点不对劲儿啊，你好像斑秃了。”当时我第一反应，我说：“你剪错了就剪错了，你说我有病是有点过分了。”拿镜子给我一看，确实有点掉了几块啊，那个脑袋呀，就怎么说呢，有点像被那个机关枪扫过了一样，就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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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你知道吧？这不好笑，突突突突突突突。又来。说实话，当时有点悲伤，你知道，看着镜子里自己，我就在想，我说我不是快乐小狗吗？合着狗是斑点狗啊？看着头上那几块空白，我就在想，我说这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会出现我身上啊？为什么我头顶会出现麦田怪圈啊？就怎么能那么整齐的掉一大片呢？我平常也掉头发，但是都是特别均匀的分布在各个地方。这次掉的也太集中了，感觉跟商量好的一样啊！有根头发就说，他说哥几个，我准备出去创业了，有没有人跟我去爱奇艺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而且斑秃那阵子人特别敏感，特别敏感。但凡我们这行业出点事儿啊，就是有网友给我发私信，他说小北啊，你要爱惜羽毛啊。我当时就火，我说谁不爱惜羽毛呢啊？你不懂，是我的羽毛不爱惜我。我后面有点紧张啊，有点紧张，还是去看了皮肤科，去医院看了。然后医生非常淡定，他说现在上海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状况，都会斑秃啊。很多人因为焦虑、压力大。我说大夫不可能，我是快乐小狗。那大夫说：“先生，你不要着急，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你压力大、焦虑，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个你血有问题，之后可能要做化疗。”我说：“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压力确实有点大。”
我就非常着急，你知道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大夫，我这怎么才能好啊？他说你平常几点睡啊？我说这个平常晚的话就是8、9点，早的话就是12点。大夫说我有点没听懂。然后医生说，他说医生这样啊，就是你就这样，你就每天准时11点睡觉。我说1点行吗？医生有点生气，医生说你怎么还讨价还价呀？我说没你这么当医生的，我是诚心想好。12点半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，我去隔壁看看别的专家。你知道吗？然后医生说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免疫力下降，然后饮食需要注意一点。然后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什么地中海饮食法，我当时就有点生气，我说有点过分了，我这斑秃还没到地中海呢是吧？我说有没有那种乌黑浓密的饮食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地中海饮食法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啊？其中有一项就特别有意思，他说，你早上起来空腹喝1小杯的橄榄油，神奇吧？没听说过吧？就喝1小杯橄榄油，然后再吃点生菜，在肚子里面呢搅拌一下。我当时心想，我说这沙拉非得分开吃吗？啊？我说这什么饮食方式？我说这个肚子跟个锅一样，先喝口油呛锅。我说怎么想的喝橄榄油？我说那玩意儿能喝吗？谁会喝那玩意儿啊？我喝了，太难喝了。那次喝橄榄油怎么说呢？就感觉有点挂壁。很多东西放到嘴里啊，一不注意啊，它就滑下去了。吃葡萄滑下去了，瓜子儿滑下去了，口香糖滑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发现这个牙线也没有那么难消化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网上还跟我说，他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好是那种饮食清淡、少油少盐、定期运动、适度交友。我说这个生活方式怎么跟狗一样啊？还有些人把自己那个体脂练得特别低啊，就感觉这个人啊特别的柴，你知道吧？我当时一看这人，我说柴犬。而且那些体脂特别低的人，我在想那些健身的人真的开心的吗？你们见过那些人吗？体脂特别低那种，跟穿个羽绒服一样。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健身打比赛的时候，每次都这样。就这样着，我发现健康生活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快乐。后来我就释然了，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。从今天起呢，我就不做快乐小狗了，我要做快乐小北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熟悉的味道，朋友们你们好。刚才呢，我和你们一样啊，刚刚才知道杨笠啊当上了总编剧，失误了，朋友们。他给我看稿子提意见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，我说杨笠你是不是有点越界了呀？啊，你看稿子就看稿子，怎么让我给你倒茶呀？啊！现在理解了，其实这事儿也很简单。今天呢，我赢了，说明我是个好演员；我输了，说明他是个烂总编。哎，讲讲好久不见了，然后讲讲去年在我人生中发生一个特别大的事情。朋友们，去年我同居了，年底又分居了。同居这个事儿真的不是很妙，朋友们啊，我不是不喜欢同居这个事情啊，我是不太喜欢同居那个时候那个状态自己，你知道，我变得很计较。就平常我自己住的时候，平常在家里面打扫卫生、叠被子、洗衣服，我自己来我都 OK。当我跟一个人同居之后啊，我干这些活的时候，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就变得不情不愿、絮絮叨叨的。我说这活都我干了啊，我是你佣人吗我啊？我还是小北吗？我这不小北子吗？而且好多事都要迁就对方，你知道，我自己住的时候我饿了，我自己订外卖吃就非常方便。当我跟一个人住的时候，我订外卖我就问对方，我说我饿了，我订外卖你吃吗？他说我不吃，我会重复的再问一遍，我说你确认这个外卖到了之后你也不饿吗？如果这个外卖到了之后你饿了，你吃我外卖的话，我就有点生气了啊，因为我这人比较护食，我是狗。而且同居之后很多事都要分享，看电视剧你们要分享啊，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假如你们吃饭的时候看2集电视剧，只要这电视剧你们看了2集，这个电视剧啊就不属于你一个人的了。啊，假如有一天你自己在家住啊，有点忍不住了，偷偷摸摸的钻进被窝里看第3集，朋友们，这个行为跟出轨没有区别。你永远要等另外一个人完全没有事情的时候，你们开始看第3集。后来我俩分手了，分手的第3天呢，我把《甄嬛传》全看完了。而且同居很多事我都受不了，处理不了。同居还有很多难免有一些摩擦嘛，生活中摩擦都还好。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晚上你们还要睡在同一张床上，
太尴尬了，朋友们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白天两个人互相说特别难听的话，恶语相向，你们晚上还睡在同一间屋子里面，睡在同一张床上。我以前唯一知道的场所就是派出所了，而且那个气氛太压抑了，我在家里面都不敢大呼吸，我刷短视频都不敢笑。但凡你这个人乐观一点啊，说明你对这个争吵不是很尊重，你知道吧？当然有好的时候，热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呢，看似很多很浪漫的行为，比如说一起抱着睡觉。一直抱着睡觉，一般就2种经典睡姿。第一种呢是男生平躺，然后用右臂环抱女生在胸口睡觉，等这个女生睡着半个小时之后把这个右臂抽出来，然后甩一甩，再睡。这是第一种经典睡姿。第二种经典睡姿呢，就是女生平躺，男生用左手环抱她，但右臂被自己压住了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个右臂怎么睡都是废了。朋友们，我想了，最适合同居一块抱着睡觉就是杨过了。而且两个人睡觉真的不是很舒服，因为我属于神经比较衰弱的那种人，你知道，我觉特别轻，我特别怕旁边人发出动静，就打呼噜什么的。其实打呼噜打得匀都还好，我就怕那种打得不匀的，打着打着突然停了，我这神经衰弱，我能睡着，我噔一就起来，我说看见鼻息，看见鼻息，怎么没鼻息了呀？我手麻了。一块睡觉真是太难受了，朋友们。有时候我在想双人床这个东西是不是个伪命题？因为以前我在故宫里面看那些博物馆里面那些床，古代床都非常小非常窄，会不会有一天那古代的有一个那个做木床的人，然后他就想，他说哎呀，他说我们最近那个现在睡的床太小了，我们做个大床嘛，我做个那种5尺4的床，特别大，然后一个人在上面翻来覆去，睡得特别舒服特别爽那种。然后这个床我们就取个名字叫爽人床。爽人床。建国给写的啊。然后这时候一天津人进来了，他说这是嘛呀？这是双人床，这双人床得双人睡呀，朋友。晚上听这个还不来劲啊？我要翻跟头了，朋友们。所以有时候在想大学恋爱美好是不是就因为没有同居？因为两个人其实在一块的时间非常的短暂，除了上课之外，2、3个小时，吃饭散步看看电影，基本就结束了。到门口之后特别舍不得，你在旁边特别不舍。你说宝贝，你回去吧回去吧宿舍阿姨都催了，回去吧，我也爱你，转身之后回宿舍玩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有各自的空间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这真挺好的，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尽量就不要同居了。我给大家提出一个特别先进的谈恋爱的方式，叫做走读。走读真不错，朋友们，走读真挺好的。但是呢，劝大家也不要走太远，不然像我这样呢，很容易不小心就被开除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